小子，你是嫌命长了，这样和我说话。我张斌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，你不把神力交出来，信不信我毁了你的神域核心？这个杀马特是张斌，拥有5000矮人军团核心眷族的强横校霸。神力没有，要命有一条，就看你敢不敢拿了。这个菜鸡是我，韩武，确切的说是现在的我。一个核心眷族是废物蝗虫的渣渣，而我为什么敢这样和校霸叫板？这就要从1天前说起。没错，我穿越了，穿越到这个人人都可成神的神域世界。只是，这个身体的主人是一个苦命的废渣，一个18岁觉醒神域，却只得到蝗虫核心眷族的可怜虫。儿子，你爸妈迷失在地图学院的乱星了，他们一定还活着。如果你未来有机会，一定要去把他们找回。韩武，你如果愿意当我的奴隶，每天提供充足的蝗虫给我的雷雀当口粮，我可以保你到高中毕业。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吧。韩武，周一上学给我带100点神力，你敢不带了，我就率领我的矮人军团入侵你的神域，毁了你的核心，让你前途尽毁。开局地狱难度，这局怎么破？凭蝗虫眷族，我这辈子都进不去顶级高校帝都学院，更别说去找失踪的父母了。不过当务之急是要过了张斌这关，伸长脖子挨宰可不是我的风格。正在连接神域。这就是我的核心眷族了，一群悠闲卧草的蝗虫。查阅。按照前世的记忆，好像没有天选之子和生命献祭这2条啊。解释词条。天选之子，难道是我穿越过来后额外赋予的技能？生命献祭，这应该是在神性生物阶段额外获得的，具有唯一属性的能力。单靠天选之子所赋予的额外属性能力，我以后一定能超越很多人。但我现在真的超弱呀！我懂了，嘿嘿，敢欺负到我头上，看我明天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韩武，赶快把100点神力交出来，别逼我们动手。那就来试试。哦，你敢这样和我说话？你不把神力交出来，信不信我毁了你的神域核心？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。啊？秦爽，韩武，你想好没有？当我秦爽的奴隶，我保证高3毕业之前，没人敢欺负你。我拒绝。什么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没有我的庇护，你会被那群人压榨到死。或许情况真的如你所说，但我还是选择拒绝。我韩武虽然没权没势，但我有属于自己的尊严。你愿意庇护我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那就请回吧。韩武，你会后悔的。韩武，你也就配给秦爽当饲料。现在没了秦爽，我看你还嚣张个毛！打一场，打一场！蝗虫眷族简直就是拉低我们班的平均实力水平，赶紧把它解决掉，别让他在我们班里恶心人。入侵卡价值10点神力，锁定目标后会在目标神域内生成一道空间传送门，从而实现神域之间的入侵。对付你这样的垃圾，10点神力算是看得起你了。这是我以矮人之神的名义命令你们，矮人军团，去毁灭那群恶心的蝗虫，捣毁这片神域的核心。这张斌的矮人军团又增加了至少1000名矮人，还都配备了铁器，
这实力已经能挤进年级前50了吧？哎，快看，最前面的是精英生物，竟然已经诞生了精英生命体。韩武这次铁定是完了。快看，那些红色的是什么？自爆蝗虫，出击！自爆蝗虫，精英生命体。韩武的核心卷族不是普通蝗虫吗？怎么会有精英生命体？而且数量还那么多。精英生命体又怎么样？蝗虫成了精英生命体，也比不过普通矮人的战斗力。垃圾就是垃圾，再多也无用。保留了1000万成虫来维持种族延续，剩下的24亿9千万蝗虫，统统献祭。1万哥布林战士固然能解决当前危机，但伤亡后无法补充。这次度过危机，那下次该如何应对？生命泉眼属于长期投资，也是我当前的刚需，但无法让我应付明日的霸凌。至于选项3，属于对核心眷族的投资，可持续作用于核心眷族，虽然不强，但眼下只能选这个。爆吧！如此威力，绝对炸不死普通的矮人，但若是把数量堆上去，肯定能重创他们。那就再多生成一些吧。这怎么可能？就凭这群蝗虫，竟能让我的矮人大军损伤大半！快，剩下的矮人，赶快给我回归神域！现在想走了，晚了。所有眷族，传过传送门，反向入侵张斌的神域！韩武，快命令你的眷族从我的神域里滚出去！我是说，把你的蝗虫从我神域里撤走，让我的眷族回归。你不是想要击碎我的神域核心吗？既然你输了，那我反过来击碎你的神域核心，也理所当然的吧。敢！真的做了，爸妈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爸是半神，我妈也即将晋升半神，他们一定不会饶过你。哼，不顾一切代价撞碎他的核心！停手！快停手！我认输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欺负你。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我绝对满足你。总之，你快住手！我不要你的任何东西，我只要你成为废人，让你也尝尝被霸凌的滋味。够了！韩武，给我停下！韩武同学，住手吧！你已经赢了，又何必赶尽杀绝？刘老师，快阻止这个疯子！我父母一定……哇！刘老师，快救我！韩武，我说话你没听到吗？刘老师，我问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作为班主任，我自然能够感应到班级里的一切情况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我在被张斌殴打、被勒索、被霸凌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儿？为什么不出现？切，你有半神的父母吗？我何苦为了帮你而得罪张家？你先停手，我待会儿会给你好好解释此事。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今天被攻击神域核心的人是我，你会站出来阻止吗？好了，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我的神域！刘老师，请你离开我的神域。啊！没了，全都没了！韩武，你给我滚出来！韩武他人呢？他回家了吧？这种学生就该开除！开除！统计战况，看来以后得多培养些自爆蝗虫才好。不过，
这次得到的张斌的神域碎片，正好可以融合到我的神域中去。融合。收获还算不错，这些东西估计能撑到毕业了。只不过，你竟然敢击碎我的神域核心，我的半神父母一定不会放过你！这事儿肯定没完。张斌的父母来兴师问罪的话，就看刘乐天的态度。学校也不会保护我，看来还得发育。看看有没有人能拿好东西来跟我换吧。啊，这么快就有人来了？啊！我记得熔岩火晶能增强卷族火元素的耐性，提升爆裂威力。有了它，我的自爆红绸就第2次发育了。走你！这爆浆蝗虫杀伤力差不多等于1颗手榴弹，而且还有岩浆飞溅效果，能造成大面积杀伤。我这是拥有了一堆高爆手榴吗？儿子现在神域核心破碎，再无重塑可能，学校必须得给我个交代。您先冷静一下。据我们所知，这场入侵战是由您的儿子张斌引起，并且张斌同学平日有多次霸凌同学的违规记录。啊！你的意思是，我儿子神域核心破碎完全是咎由自取？难道你们学校就一点责任都没有？你们这群当老师的就没责任？那个击碎我儿子神域核心的学生也必须受到惩罚，必须开除。我们了解过整件事，是张斌同学主动入侵韩武的神域，韩武在这次对抗中靠自己的实力没有作弊，我们没理由开除他。好啊，你们居然包庇一个破碎同学神域核心的坏学生，这就是你们学校的教育宗旨吗？杜女士，请不要混淆事实。韩武同学一直都是个遵规守矩的好学生，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，您的儿子张斌曾多次霸凌该同学。别扯有的没的，我就问你开不开除他？抱歉，做不到。徐主任，我可以接受学校不严惩韩武，但作为受害方，我必须要出口气，让我出一支1000人小队进入韩武神域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都不会再计较。可，你是半神，他只是一个学生，就算你只出1000小队，韩武他……够了！如果连这点小要求您都不答应我，那我也就不必再顾及学校的面子了。徐主任，你可要想好了。用生长加速再生成一些爆浆蝗虫就行了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韩武同学，我是徐主任。关于你和张斌这件事，张斌父亲提出用一支1000人小队入侵你的神域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他们都不会再计较。校方虽已极力庇护于你，可半神的1000人小队足以抵得上普通学生的5万大军。韩武，你……谢谢徐主任的帮助。您放心，明天我会去学校迎接这场挑战。唉，看来还得抓紧提升，是时候发动第2次生命献祭了。亿万献祭，发动！48亿蝗虫换来的宝贝确实不错。我看看，斩铁剑锋，风族英雄生命体，就你了。我需要剑。没问题。这2天培育大量蝗虫，所得的信仰之力满1亿后，就会凝结成1点神力，再加上之前麦地剩余的神力，我共有54点神力。就先用这个吧。是你的武器，暴风大剑。暴风大剑，信仰装备，由稀有材料加信仰之力打造，具有某些特殊效果。神明啊，我还需要3把同样的武器，才能爆发出我最强的实力。啊？还需要3把暴风大剑？说的轻巧，那可是150点神力。你当神力是大风刮来的吗？事关明日与张刚半神的1000人军团对战，只能先试试看了。
韩武这颗榆木脑袋被压榨死算了。我爷爷是真神，家族里还有23名半神亲戚，还护不住你吗？接头，怎么？你改变主意，同意做我的奴隶了吗？并没有，我只是想找你借点神力。哈？你找我借神力？那我倒问问你，你拿什么还？用你那垃圾眷族吗？别以为在入侵战里打败了张斌，就以为自己很优秀。你的自爆蝗虫也只是勉强挤进精英生命体行列，压根没有多大的价值。算了，打扰了。哎，我在干什么？为什么刚才挖苦的话脱口而出？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他会不会误会啊？一定会啊！我个笨蛋！喂，怎么了？借多少？我给你。哦，4把剑，感觉就是不一样啊！就是剑锋大佬啊，这我可是倾家荡产啊！你可要争气啊！他竟然还敢来啊！真不怕神域被半神的千人军团踏平吗？飘了吧这是！不知道他神域核心被攻破的时候还能不能这样淡定。看来大家都知道了，等着看我的笑话呢。你借我神力是为了提升自己和半神比试，我劝你不要白费力气，哪怕半神只出动一个千人小队，也不是现在的你能对抗的。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你有，只要你成为我的奴隶，我会联系家族给张刚施压。他家只有一个半神，而我家有1名真神，还有23个半神，他不敢不从。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我还是要为对付半神的千人军团做准备。你请回吧。韩武，你凭什么被秦爽区别对待？你个废物，你个垃圾！今天你必死！二位请。韩武，你快给我起来，上来给张斌父母赔罪！原来就是你个小杂种，毁了我儿子的神域核心！看我今天不撕了你！韩武，还不马上过来！不要耽误张先生的时间。我要等许梅主任来做见证。你这点小事儿也配让许主任见证？有我见证，已经是给足了你面子。现在快开始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刘老师是想对谁不客气？许主任，这点小事儿犯不上劳烦您出面，我就是教训一句我的学生。刘老师别忘了，你是学校的老师，不是某位半神的仆人，懂吗？既然许主任到了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韩武同学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就开始吧。入侵！这是全员精英生命体。为首的狼骑兵队长是领悟了超凡之力的超凡生命体。狼骑兵、青兽人和坐狼的结合，并且还穿着整套的精良装备。韩武完了！小杂种，你敢破碎我儿的神域核心，今天要你血债血偿！狼骑兵可以拆开算作2个战斗力，说是派遣一支千人军团，这分明是2000战斗力单位，这是使诈！狼骑兵，冲锋！近700万精英生命体蝗虫，昨天不只剩下了2万吗？这繁殖力也太恐怖了。可惜啊，没有足够的时间成长。现在的韩武根本扛不住狼骑兵的冲锋。100万自爆蝗虫牺牲，换来的仅仅是几名狼骑兵轻伤，不好打呀。他确实是名人才，只是遇到了跨不过去的坎儿，否则必能在学校闯出一番名堂。哎，那是什么？爆浆蝗虫，出击！这是什么情况？那种爆炸威力更大，还能建设岩浆的蝗虫，究竟是什么物种？超凡生命体吗？有没有拥有探查能力的同学或者老师，把那种蝗虫的信息公布一下？探查到了，那种蝗虫叫爆浆蝗虫，是基因生命体。韩武同学，好样的！以为这样就能全灭我的狼骑兵？做梦！超凡之力！
凡生命体果然强大，居然还能释放如此大范围的技能，简直帅爆了！韩武的蝗虫群只剩下不到50万，里面的爆浆蝗虫消耗殆尽，这下他翻不了身了。法种，让人知道什么是绝望。核心碎裂，血性开除，任由我捏圆捏扁，击碎它的核心。结束了。韩武神域核心钳的是什么？那是剑锋族，天生就是超凡生命体的剑锋族。超凡生命体又如何？刚刚半神那里不也有个超凡生命体狼骑兵队长吗？等先让狼骑兵队长缠住剑锋族，剩下的狼骑兵就会去撞碎韩武的神域核心。可看气势，证明剑锋族并非超凡生命体，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英雄生命体。英雄生命体，奋斗数10年，不过只培养出了1名英雄生命体。我是高3的学生，何能拥有如此优秀的眷族？抢走他！要抢走这名英雄生命体！是神域核心，剑锋族的英雄生命体就归我了！杀！暴风斩！旋风斩！传铁式！我的天啊，这也太猛了吧！可恶！可恶！狼骑兵将领，给我踏平这片神域！刚刚你想违背自己的约定，校长，不敢！狼骑兵撤退！哼，不错。韩武同学做得不错，但你也不能因为拥有英雄生命体而骄傲自满。英雄生命体并非无敌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还很难挤进年级前3。徐主任，我有一个请求。什么请求？我要换班。啊？韩武同学，老师承认之前对你的关注并不多，老师保证以后会好好教导你，日常的教学资源也会适量的向你身上倾斜，请你给老师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。这小子的表现有目共睹，稳定发展下去，绝对是能迈入一流学府，甚至搏一搏顶级学府。那我能得到的奖励可不得了，不能让他离开。我要求换班级。这你……韩武同学，班级并非你想换就能换，学校有学校的规定。如果你确实非常想换班级的话，就要通过学校布置的测试，只要能通过测试，我倒可以给你办理班级更换。那我申请参加测试。徐主任，我也要申请测试。秦爽同学，如果你对老师有什么不满意，你可以说出来，老师肯定改。咱们没必要闹到换班级的地步。没什么不满，就是不想待了。徐主任，我也申请参加测试。张小龙，你可是班长，你跟着凑什么热闹？刘老师，谢谢您这些日子的关心和教导，但我不能留在这个班了。秦爽，我不能让别人得到你。明天给你们准备测试，刘老师，你跟我来一趟。韩武，告诉我，你的英雄生命体是怎么回事？这事儿和你没关系吧？你可欠我150点神力，如果你还不起，就得给我当奴隶抵债。所以，我有权知道你的英雄生命体是怎么来的。你如果想讨债，我可以先还你5点神力当利息，但如果你想打听英雄生命体的信息，抱歉，无可奉告。可恶！就凭这点兵力，明天的测试有点悬呢。伟大的神明啊！逃走的狼骑兵就藏在矿山中，是否去把他们消灭？
张刚的眷族留在自己的神域中，终究是祸害，必须尽快铲除。但直接杀了，未免有些浪费。你去把那些狼骑兵抓起来，要保证他们活着，我有大用。遵命。哦，这机甲不错呀，但我这没智慧的蝗虫能开吗？哎，熔炉也是，难道指望蝗虫锻造吗？哨塔，就我这一眼看到边的小家业，哎，竟然没一个合适的。哎，等等，我好像还有从张斌那儿拐来的几百矮人，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。鹰眼发动。神灵啊，感谢您赐予我们的美好生活。看来矮人的天赋和热爱都是挖矿和打造装备。张斌逼迫他们战斗，反而压抑了他们的天性，让他们做后勤资源，这样熔炉就能派上用处。我给你们大主指引锻造更好的装备。神明降下神赐了。诸位，关于韩武、秦爽和张小龙3名同学的换班测试，学校将主导权交给了我们。不知道诸位有什么想法？还能有什么想法？自然多谢刘老师的馈赠。3名尖子生集体换班，你这是在给兄弟们发福利呀！秦爽同学和张小龙同学的测试我不管，但韩武这种不尊师重道的，我要求必须把测试等级提升到最高级。我刘某人平日里没有麻烦过大家，这次就请大家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，给我个面子。我生平最看不上的就是忘恩负义的人，这个忙我帮了。负义，因为韩武3人换班的事，害我昨天被许梅骂了半天，还因此丢了这一学期的绩效。韩武，你等着吧。张小龙、秦爽、韩武，这是你们的测试要求。关于韩武的测试，刘老师是否再斟酌一下？不用斟酌了，这是年级所有班主任的决定。没关系，徐主任，刘老师也是希望我能在新班主任面前展现实力。刘老师对我如此照顾，我定不会辜负于他。你别得意。韩武，我的话依旧有效，只要你愿做我的奴仆，我保证整个学校再没人敢欺负于你。好意我心领了，咱们测试后见。木头脑袋，韩武，你就等着出丑吧。测试开始。听说韩武的测试难度是最高的，谁叫他惹毛了刘老师？等着看好戏吧。这可恶的刘乐天，你真不当人呐！看我的哥布林还这么多。韩武，怪就怪你拒绝了我的好意。1万名赤哥布林大军足以把你的神域打穿。刘老师，恭喜你大仇得报。哎，师生之间哪有仇？这次测试之后，韩武同学定能理解咱们当老师的良苦用心。加油啊，韩武同学！出击，蝗虫军团！火球之雨！看来普通蝗虫没办法造成任何伤害，这样的话，自爆蝗虫，出击！哎，你看，秦爽和张小龙都已经完成测试了。徐主任，韩武他怎么样了？局面不太好，蝗虫终究只是低等生物，就算培养再好，也上不了台面。爆浆蝗虫出动！韩武同学这次麻烦了，他虽然还有1名英雄生命体做底牌，可就算英雄生命体再厉害，也斩杀不了6000多赤哥布林呐。上他狂，赤哥布林大军打碎他神域核心才好。韩武同学，坚持不住就认输吧，失败并不可耻。我相信，只要给你时间，
你很快能再一次崛起。徐主任，我既然已经决定换班，就会坚持到底，哪怕拼至最后一兵一卒，也在所不惜。更何况，我还没输呢。3级技能，初级暴风斩！我之术！韩武的英雄生命体似乎受到了重创，韩武要完了。韩武同学，这就是老师教你的最后一课，你就好好学着吧。那是什么？矮人军团，这怎么可能？守护无神！那不是之前张斌的核心卷族吗？人才啊！韩武这都能将其驯化，此等能力稳入年级前10啊！敢跳！好样的，赢了！可恶！可恶！可恶！秦爽同学，来我的班级，我手头有最适合雷区的资源，供你的卷族快速提升。张小东同学，我这里有魔物类卷族培养的秘法，只要你来我班级，我就把它传给你。韩武同学，我愿意为你提供一支更强大的矮人军团，来我的班。秦爽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徐主任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我的测试难度和别人不一样？个人测试难度是由年级所有班主任共同决定。这样啊，我想看他们的投票情况。拿去吧。我就不该帮刘乐天。可恶的家伙，这下全完了。两位老师，谢谢你们投了反对票。如果我加入你们的班级，你们能给我什么？韩武同学，今天的测试，我看到了你在矮人卷族培养方面的能力。如果你加入我的班级，我能为你提供一支不下10000名的矮人队伍。靠着这支队伍，你必定能稳居年级前10，未来踏入一流高校不是问题。我认为，核心卷族的培养才是最主要的。我手头有几件对虫族卷族非常有用的资源。你若是能加入我的班级，我愿助你完成蝗虫卷族乃至整个种族的生命蜕变。天文老师，我愿意加入您的班级。天文老师，我也愿意加入你的班级。天文老师，请让我加入你的班级。哇，这是今年拿优秀教师奖励的节奏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来，都来我的班，这是老师给你们的进班礼物。2级建筑卡，虫巢，每年可孵化100万只虫族。效果，可将镶嵌在虫巢上的圣物效果完美展现。镶嵌效果，那我把爆裂之心和熔岩火品2件1级圣物加持到虫巢上，岂不是每年都能获得100万爆浆蝗虫？谢谢老师。嗨，感激的话就不要说了，拿出更好的成绩，才是对你我最好的报答。诸位，今天的换班测试仅仅是一个试炼，无关紧要。但7天后，学校组织的统考可是重中之重，关系到日后各班级资源分配以及诸位的年终考核。剩下的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明白。上次考核实在是太惨了，若是以这种实力去参加7天后的统考，成绩估计会在全年级学生中垫底。看来还得继续抱兵，先把黄山培育起来。等等，赤裸矮人，必须要亲眼见证一下。居然进化成了天生的精英生命体，矮人的进化潜力果然强，可惜不是我的核心卷族。唉，只能先用生长加速，把卷族恢复到从前的状态。很好，蝗虫数量达到73亿，保佑保佑，这次能有好东西。生命陷进来了，这也太给力了吧！暴食律法能把普通蝗虫变为精英蝗虫，英雄模板能够让一尊超凡生命体进化为英雄生命体，1点神星，那可是相当于1亿神力，这不就是中彩票吗？选项2、3都是极品，但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提升卷族实力。虽然现在养不起几10亿精英生命体蝗虫，但先用在虫巢上，
每年定向培育100万的暴食蝗虫，还是没问题的。哇，我的天，你是巨虫还是巨蜥？我宣布，你就是爆浆蝗虫 Plus 炸浆蝗虫。韩武，你考虑好做我的仆人了吗？你没有后台，没有资源，凭现在的实力，从众多半神子女中脱颖而出是很难的。虽说你蝗虫培养的不错，但终究太弱。矮人培养方面虽然亮眼，但那不是你的核心眷族。好意我心领了，至于能不能行，考试后就知道了。你气死我了！韩武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从秦爽的视线消失。今天的统考事关班级未来资源的份额，非常重要，还请同学们发挥出自己最大的实力。至于成绩优异的学生，圣物、神域土地、核心碎片、眷族军团等奖励就在我手里，只要你们有能耐，尽管拿走。下面是统考规则。淘汰者就退学，这也太狠了吧！不过考核的奖励应该……为了奖励，拼了！统考现在正式开始。本届统考第1轮淘汰考核即将开始，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。3、2、1，开始！所有眷族们，备战！血肉魔鬼，淘汰赛而已，玩这么大的吗？虽是普通生命体，但有着堪比一般精英生命体的战斗力，皮糙肉厚，极其扛大。好在行动缓慢。5万爆浆蝗虫出击，岩浆自爆！没有火焰抗性，再热都是菜。竟然有烤肉香，这不刚好喂蝗虫了吗？赤裸矮人，拖回尸体。是。这吃了大补啊！这哪是好事啊，分明就是上菜啊！哎，又一个被淘汰了。我本来还挺看好他的。哎，我班里已经淘汰20个了。我班里更惨，已经有1半学生被淘汰。这次统考难度是不是有些超纲了？校长和3名副校长在前线和魔渊文明争夺位面，选择血肉魔鬼当淘汰考核的敌人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咱们这些半神不便揣测。竟然能够抵抗血肉魔鬼血肉里蕴含的毒素，好小子！别人视为噩梦的血肉魔鬼，到了他这里，居然成了饲养眷族的食物，真有一手。蝗虫能无视血肉魔鬼的毒素，这可是个新发现，有研究的价值。哼，只是走狗屎运，歪打正着而已。论实力，他的蝗虫就是垃圾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另外，他蝗虫的实力可不弱。超凡生命体蝗虫虽说是超凡生命体里垫底的存在，但也是跨进了超凡的门槛。哼，综合战斗力也就和普通生命体的哥布林旗鼓相当，甚至某些方面还不如哥布林。刘老师，这就片面了。你不能总拿蝗虫的缺点和其他种族的优点比。我就问你，蝗虫1年能让族群扩大100倍、1000倍，哥布林行吗？我不跟你争这些，咱们看结果。我班里有个叫刘墨的学生，他的眷族就是哥布林。我敢打赌，刘墨的最终成绩一定会比韩武更好。你敢吗？有什么不敢？赌就赌，我赌我们班韩武的成绩一定比你们班刘墨好。好，在座各位做见证，我们就以5点神性作为赌注，成交。天文，这次你还不赔死？刘墨可是我亲侄子。天文，这次你还不赔死？刘墨可是我亲侄子，我给他的资源，你能舍得给韩武？淘汰赛结束，通过考生430名。怎么还有130个人弃考？没出息的怂蛋！哎，别怪同学们，这次统考的难度很高，有人退出也是正常情况。能够在艰难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学生，才是我们日后该培养的目标。排位考核现在开始。就这，这不是送分吗？我这可有10多亿饥渴难耐的蝗虫宝宝们呢！骷髅兵，
你这是在为难我胖虎。10亿蝗虫，吃了他们！可真是菜鸡互啄呀！自爆蝗虫出击，爆将蝗虫辅助，上！如果岩浆持续流动，骷髅兵总不能从岩浆里游泳过来吧？赤炉矮人将大熔炉里的赤流岩浆倒入岩浆地面。这些骷髅兵现在只要一出传送门，立马上天。我可真是个天才！我去，这年轻人想法真别致。哈，也不看看这是谁班上的小可爱。有什么了不起？不就是扛到了第7波吗？我们班刘墨也进入第7波了。1级箭塔13座，1级闪电塔9座，1级火球塔12座。刘墨这孩子家里是有矿吧？你们谁有我狠？投入了这么多资源，这次统考第1还不是我们刘墨的？我去，秦爽好强啊！比不了啊，别人是家里有矿，秦爽是矿里有家呀。毫无人性啊！我一个半神都没